最近有一个现象真的让我看了直摇头，身边一堆朋友每天盯着手机里的汇率 APP， 看到日元对美元贬到150、155，甚至朝160逼近，第一反应居然是太棒了，日币又变便宜了，赶快换一波，下次去日本旅游可以买爆，或者是先存着，等它涨回来赚一波汇差。如果你现在脑袋里也是这种捡便宜的想法，那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可能会让你吓出一身冷汗。我是麦门，在这个充满谎言的金融世界里，我只负责告诉你最残酷的真相。你以为你捡到了便宜的日元？错了，你正在目睹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国家级财富大转移。这张不断贬值的钞票背后，不是百货公司的周年庆，而是日本政府为了活下去，对所有持有日元的人发动的一场无差别屠杀。在金融市场里，普通人跟顶级资本家最大的差别在于，普通人看的是价格，而资本看的是结构。想在未来的世界里守住财富，普通人可能只剩下最后5到10年的黄金时间。一旦全球总体经济的板块完成重组，一旦大国之间的供应链护城河彻底建起来，如果你手里还只是握着不断缩水的法定货币，不管是日元还是台币，那你将会被这个时代的通膨彻底吞噬。你会发现，不管你怎么拼命加班，怎么努力存钱，你跟真正富裕阶层的距离只会越来越远，这辈子都别想翻身。这绝对不是我在危言耸听。就在2026年的2月，日本政坛发生了一场堪称战后最大规模的变革。高市早苗带领的执政联盟在国会拿下了绝对的完全执政优势。但今天我们不聊复杂的政治口水战，我们只聊你的钱包。这场选举结果出炉后，外汇市场跟债券市场的反应非常残酷，全球资金疯狂抛售日元，因为全世界的聪明钱都看懂了一个明确的讯号：过去那个温吞、保守、害怕改变的日本已经被强行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手握绝对权力，准备透过极限印钞与大规模财政扩张来强行重塑国防与半导体实力的强势日本。而这场国家级的豪赌，赌注就是你手里日元的购买力。今天我想跟你深度拆解3件事。第一，为什么日元贬值是一场政府默许的洗劫行动？这背后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第二，当存钱变成一种惩罚，未来的社会将如何演变成资产差距极大的极端世界？第三，在这场日元贬值引发的全球供应链大洗牌中，未来5到10年，普通人到底该把钱放在哪里，才能精准踩中时代的红利？这集影片含金量极高，听不懂的注定被收割，听得懂的，这就是你阶级翻身的入场券。我是麦门，这里没有艰涩难懂的语言，只有帮你拆解资本运作真相，让你财富觉醒的扎实财商知识。欢迎你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不要错过每周为你准备的深度解析。为什么你的努力一文不值？在切入日元的深水区之前，我们先来看几组会让人感到极度焦虑的数字。看看现在的全球市场，美股标普500屡创历史新高，快要摸到7000点的大关了。黄金也突破了每盎司5200美元。那些几年前囤黄金的婆婆妈妈们，现在笑得合不拢嘴。就连台湾的房地产，也是在各种打房政策下越打越高，让年轻人望无兴叹。所有硬资产都在暴涨。但另一面，美国的国债规模飙破了38兆美元，每天光是增加的利息都是天文数字。而日本更夸张，国债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250%，稳居全球已开发国家之冠。你把这2组现象放在一起细细品味，一边是核心资产疯狂暴涨，另一边是各国政府的债务规模无限膨胀。而夹在中间的是汇率趴在地上喘息的日元，以及每个月领着固定薪水，看着物价飙涨而叹气的你。这几件事同时发生，你觉得只是巧合吗？是市场短期的失灵吗？当然不是，这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黑手正在无情地推动着这一切。这只黑手的名字叫做金融压抑。你要弄明白日元为什么会跌成这样，你得先搞懂现代货币系统的残酷真相。传统的经济学告诉你，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但当一个国家的债务高到像日本这样，根本不可能透过正常的税收来偿还时，政客们会怎么做？宣布国家破产吗？不可能，那会导致政权垮台。所以他们发明了一套近乎完美的隐形抢劫机制。政府先是大量发行国债，然后逼着中央银行印钞票来买这些国债。市场上的钱瞬间变多了，但是社会上实际生产的商品跟服务并没有等比例增加。结果是什么？就是通货膨胀。通膨本质上就是一种不用经过立法院同意的隐形税收。各位，这就是为什么麦门一直告诉你们，在这个时代，勤劳致富是最大的谎言。当物价上涨，
货币贬值，政府欠的那250%的巨额债务，实质购买力就被悄悄的稀释了。政府解套了，大企业因为拿到了廉价的资金跟补贴，股价跟利润起飞，但代价由谁来承受？就是那些手里紧紧抱着现金，傻傻把钱存在银行里的老百姓。你的存款数字没变，但你能买到的东西已经被政府合法的偷走了一大半。这不是投资失利，这是阶级剥削。扫描经济学的真面目。理解了金融压抑的底层逻辑，我们再回头看这次日本政局的变动，你就会豁然开朗。很多人看到高市早苗上台，看到他喊出扩大财政支出、宽松货币，就理所当然的以为这是当年安倍经济学的翻版，以为日本又要开始刺激民间消费了。但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误判。安倍当年的目标是救经济，他对抗的是日本长达30年的通货紧缩，希望让老百姓愿意出门花钱。但高市早苗现在搞的这套，我们姑且称之为早苗经济学，它的核心目标根本不是救经济，而是救国家。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差别可大了。高市早苗的逻辑非常强硬，面对台海局势的紧绷，面对周边国家的飞弹威胁，面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断裂危机，日本没有时间再慢慢搞经济复苏了。日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国防武力跟高阶科技的底子打起来。政府不再相信自由市场那种慢吞吞的资源配置，而是直接强势介入。日本政府准备发行巨额的防卫债，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把几十兆的资金强制灌入军工产业、半导体设备、AI 基础建设以及能源转型这几个战略领域。也就是说，日本正式宣告进入大政府时代，这对投资人来说是一个核弹级的思维转换。过去你买股票看的是企业的财报，看的是民间的消费力，但现在你唯一要看的铁律就是国家的预算流向哪里，哪里的资产就会出现井喷式的爆发。但你要知道，国家预算是无法凭空变出来的，政府要狂砸钱搞国防跟半导体，钱从哪来？只能疯狂印钞票。当日本央行被迫无底线的配合政府印钱时，日元怎么可能不跌？日元对美元贬破160根本不是什么难以预测的黑天鹅，这是日本政府为了国家生存所做出的战略性放任。他们宁可牺牲日元的购买力，宁可让国内老百姓忍受进口物价高涨的痛苦，也要换取日本在未来10年全球科技与军事版图中的话语权。这就是日元暴跌背后最血淋淋的真相。说到这里，我相信很多麦门的忠实粉丝已经听懂了，这个世界正在裂变成2个平行宇宙。一个宇宙是属于顺从者的，他们相信政府，相信储蓄，结果他们的财富像冰块一样在通膨中融化。另一个宇宙是属于觉醒者的，他们看懂了这场印钞游戏的规则，他们知道如何把自己的财富挂钩在那些国家不得不救、资金不得不去的核心资产上。你可能会问麦门，我知道日元不能存，但我只是一个小散户，我不懂怎么看国防预算，不懂怎么挑半导体设备股，我该怎么办？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一套经过实战验证的交易体系，而不是到处听名牌。在我的 Press Play 维股利订阅专栏里，我不会丢给你复杂又冷冰冰的数据，我会教你如何建立自己的资本雷达。在这个专栏里，我每周更新我的操盘笔记以及股票、期货施工图，告诉你我看到了什么，我打算做什么，预期可以得到什么，以及最重要的是这么做的逻辑是什么。我要教你的不是只赚一次快钱，而是如何在这个各方面混乱的时代，四处埋着未爆地雷的世界中，建立长期的投资收益。如果你不想在2026年成为被收割的韭菜，点击下方资讯栏的连结，加入我的订阅计划。1个月只要少喝几杯星巴克，换取一个看清财富真相的机会，这是你今年最划算的投资。极端的贫富差距。当政府把印钞票当成续命仙丹，我们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一种极端可怕的情况。想象一下，2部电梯，一部电梯叫做法币电梯，里面装满了领死薪水的上班族，把退休金定存在银行的长辈，还有那些每天盯着汇率想赚一点微薄日元汇差的散户。这部电梯的钢缆就是政府的印钞机，随着钞票越印越多，这部电梯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下坠落。你觉得你每个月存下2-3万块钱很安稳，但通膨这只怪兽正在悄悄把你未来的购买力啃食殆尽。另一部电梯叫做资产电梯，里面装的是懂得利用债务、懂得掠夺资源的资本家。这部电梯是往上飞的，当政府印出来的钱流进市场，最终都会像百川汇流一样涌向这些稀缺的资产里。在这个贫富拥有巨大差距的世界里，你什么都不做，你的钱就在变薄。在麦门眼里，这不是贫富差距，
这是智商税的极致展现。我们来看看日本国内的现状，日元暴跌，一般日本民众叫苦连天，买不起进口的牛肉，缴不起高昂的电费。但是你看看日本的那些跨国大企业，像是丰田汽车、三菱商事等5大商社，他们在海外赚的是强势的美元，换算成弱势的日元后，财报上的利润直接创下历史新高，股价也是一飞冲天。这就是印钞票带来的财富转移，系统性的惩罚了那些安分守己、只懂存钱的人，而疯狂的奖励了那些敢于负债、懂得持有资产的人。你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未来5到10年，随着 AI 运算能力的大爆发，这种贫富差距的裂痕只会越来越大。以前你还可以靠着比别人多加班几个小时，多赚一点加班费来弥补差距，但在未来 ，AI 可以瞬间完成你熬夜3天才能做完的报表跟企划案。AI 会取代你的劳力，印钞机会稀释你的存款。你如果没有资产护城河，你就是这个时代的燃料，注定被烧成灰烬。日本政府正在走钢索。当然，天下绝对没有白吃的午餐。高市早苗的大政府战略虽然描绘了一个强势日本的愿景，但这是在走一条极度危险的钢索。这条钢索的下方就是足以引发全球金融海啸的灰犀牛——国债殖利率失控。投资人必须保持极度的清醒。日元贬值虽然有利于出口，但政府不断扩大财政支出，意味着要在市场上倒出海量的国债。如果大家都不想买这些利息低得可怜的日本国债怎么办？这时候市场的无形之手就会逼迫国债的殖利率上升，债券价格下跌，殖利率就会上升，以此来吸引买家。这就是最致命的地方。大选前，因为市场担忧高市早苗的大撒币政策会彻底破坏财政纪律，日本30年期国债的殖利率一度狂飙，逼近4%的危险边缘。你要知道，日本政府现在是背着250% GDP 的巨债在裸奔，利率只要稍微往上调升一点点，日本政府每年要支付的利息就会呈现指数型的爆炸性成长。更可怕的是，日本国内的银行寿险公司手里握着满满的日本国债，一旦殖利率失控狂飙，这些金融机构手上的国债价值就会瞬间大跌，引发严重的账面亏损。如果连银行都出现挤兑或破产危机，那就不只是日元贬值的问题了，那是整个日本金融体系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警告，千万不要傻傻的去长抱日元现金。在这场政府与市场的终极博弈中，日元就是随时可以被抛弃的缓冲垫。你把身家压在一个政府随时准备用来稀释债务的货币上，这不叫投资，这叫蒙着眼睛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行驶。10年国防大周期。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背脊发凉。难道我们普通人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财富被剥夺吗？当然不是。我们的频道从来不散布纯粹的焦虑，我们要在焦虑中找出破局的方法。我前面说过一个铁律，国家预算流向哪里，哪里的资产就会爆发。既然高市早苗的完全执政已经确立了日本未来的国策方向，那我们就直接跟着预算走，去抓未来5到10年最明确的暴利赛道。第一个黄金赛道就是迎来超级周期的日本国防工业。过去半个世纪，碍于和平宪法的枷锁，日本的军队只能叫自卫队，它的角色纯粹就是一块盾，只能挨打防守，不能主动出击。但现在不一样了，面对全新的地缘政治压力，日本已经彻底撕下了这层伪装。高市政府的胜选宣告了日本将开始打造具备源头打击能力的矛。根据日本最新的防卫预算报告，他们的国防开支将提前在2026年冲上 GDP 的2%，不是什么几亿、几十亿的小打小闹，是每年高达10几兆日元的资金。这笔钱要花在哪里？第一，长程打击能力。日本要把原本只能打几十公里的飞弹改良成射程突破1000公里的武器，覆盖周边有潜在威胁的国家。第二，无人作战体系。因为日本少子化太严重了，根本招不到足够的兵，怎么办？大力发展 AI 无人机和无人潜艇。这对投资市场意味着，像三菱重工、川崎重工这类掌握国防核心技术的龙头企业，将迎来了建厂以来最辉煌的黄金10年。这些企业不再是过去那种成长缓慢的传统重工业，现在他们是日本国家战略的物理载体。政府的订单是刚性需求，不管经济景不景气，不管民间消不消费，国防预算1毛钱都不会少。这种订单能见度长达10年以上的产业，未来的现金流稳得可怕。这就是跟着国家政策走了红利。国家集资案不买不行。如果你觉得制造飞弹的公司离你太遥远，那我们来看看第2个赛道。这是一个大众极容易忽略，但利润深不见底的隐形金矿、网络安全与情报产业。
现代战争第一波攻击是瘫痪你的网络与基础设施。随着日本准备筹设类似美国中情局的国家情报局，并且强力推动反间谍法等相关法规，整个日本的产业界即将迎来一场史无前例的资安大变革。过去，日本很多传统企业对于资讯安全是抱着一种能省则省，没出事就当作没这回事的心态，把资安当成是一种多余的成本。但现在游戏规则变了，在新法规的强制规范下，资安将从选配变成企业营运的标配，甚至可以说是生存条件。你不升级资安系统很好，那你以后别想接政府的标案，甚至可能面临严厉的罚款。这将创造出惊人的刚性需求。日本政府正致力于建立一套完全排除特定敌对国家设备的主权 IT 系统。这对于那些拥有顶尖防护技术的资安公司来说，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叫醒它的不是闹钟，而是直接被钱砸醒。无论是日本本土的资安软体公司，或者是与日本深度结盟的美国资安巨头，都将迎来爆发性的营收成长。在高市体制的强力推动下，这种由国家法规直接驱动的资本支出，将是未来资本市场中最具确定性的获利来源。当大家还在追逐那些题材虚幻的概念股时，真正聪明的资金早就悄悄布局到这些掌握国家资讯命脉的企业里了。半导体复兴计划。第三个不可忽视的财富密码就是日本的半导体复兴计划。日元贬值到160，对很多依赖进口的产业是灾难，但对半导体制造业来说，这简直是千载难逢的大补丸。因为建厂成本、人工成本在国际对比下变得无比便宜。日本政府看准了这个时机，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试图拿回1980年代曾经属于他们的半导体霸权。这不仅是为了经济，更为了国家安全，确保晶片这个现代工业的大脑不会被别人掐住脖子。所以你看到日本政府豪掷数兆日元的补贴，把台积电请到了熊本，引发了熊本的地价与薪水狂飙。但这只是一小部分，真正的投资机会在哪里？在于那些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占据垄断地位的设备厂与材料厂。日本加码半导体与 AI 供应链的韧性，意味着要盖更多的先进制程晶圆厂。要盖厂，你就得买设备，这将猛烈推升全球半导体设备的需求。这里面的核心受惠者，除了日本本土的东京威力科创、爱德万测试之外，美股市场的巨头更是吃香喝辣，像是卖曝光机的艾斯摩尔、半导体设备霸主应用材料，都将因为日本的国策扩产而拿到接到手软的订单。更别提这一切的底层驱动力都来自于 AI 国策。在资料中心与运算能力疯狂建制的浪潮下，辉达依然是这个时代无可撼动的核心标的。从美股的视角来看，日本的战略转型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会产生强烈的全球外溢效应。你的投资主线必须紧紧锁定在这些领域。普通人应该怎么做？听完这三大未来的黄金赛道，我们最后来谈谈最实际的问题。身为一个普通人，你现在到底该怎么做？我帮你整理出3条未来10年可以参考的核心原则。第一，彻底抛弃现金崇拜，拥抱优质资产。如果你到现在还觉得把日元、台币定存在银行里是最安全的理财方式，那你真的需要清醒了。在各国政府将印钞作为唯一解药的时代，现金是必定会融化的冰块。你需要把现金转换成能够抵抗通膨，甚至能受惠于政策扩张的核心资产。不管是上面提到的国防、资安、半导体相关的优质股票与 ETF， 还是地段极佳的房地产，甚至是作为避险工具的实体黄金，你要确保自己的财富是跟这时代的印钞机一起膨胀的。第二，不要做空一个国家的战略意志，顺势而为。很多人喜欢跟政策对做，觉得日本政府负债这么高，早晚会破产，所以想去放空日本股市，这是不理智的。高市早苗代表的是日本为了生存而爆发出的强大国家意志。当国家机器决定不计代价的把资源砸向某些产业时，它的力量是摧枯拉朽的。当一个国家决定不惜代价也要干一件事的时候，顺着它你能飞上天，逆着它你会被碾成粉末，这叫做必须就时。第三，建立你个人的资本杠杆。AI 正在抹平很多普通的技能，如果你只会做重复性的工作，那你早晚会被淘汰。未来的时代，你必须学会投资理财，建立你的资本杠杆。
当你的被动资产收入大于你每天劳动换来的主动薪水收入时，你才真正拥有了跳脱阶级复制的入场券。高市早苗的完全执政只是全球总体经济巨变的其中一个缩影，日元跌破160也绝对不会是故事的结局，而是另一个新时代的起点。未来的市场将呈现极其明显的分化，那些偏向传统内需、没有产品定价权或者高度依赖单一脆弱市场的传统企业，将面临原物料成本飙升与地缘风险的双重绞杀。反之，国防军工、半导体设备、网络安全及 AI 基础建设将直接吃下长期的政策红利，成为这10年最大的赢家。这个世界变得很快，快到让人有点喘不过气。但也正因为这种剧烈的变动，才打破了原本固化的阶级，给了我们这些普通人最后一次财富重分配的机会。关键在于你是选择继续蒙上眼睛，紧紧抱着不断贬值的现金，抱怨物价太贵，还是选择看清真相，勇敢地把资金布局到未来10年的黄金赛道上。如果你希望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有一个专业的脑袋帮你过滤掉市场的杂音，帮你拆解那些看似复杂但其实刀刀见骨的趋势与投资策略，那就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你觉得日元未来的走势会怎么发展？你准备好要布局哪些资产来应对这场大洗牌了吗？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深度解析对你有帮助，请务必帮我点个赞，分享给你身边那些还在傻傻存日元的朋友。我是麦门，专门为你拆解市场真相与财富逻辑。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